向左边啊，都有匝道。哎，进来了！哟，退了。我操！哎，我操！完了，被特斯拉一个车要害了。哇，我们怎么那么稳啊！我靠！那个流氓，快点，很危险的，快点提速啊！导航辅助驾驶是目前驾驶自动化程度最高的功能。2019年是导航辅助驾驶的元年，在头2年里，这一直是一个小众的功能，实际量产交付的只有特斯拉、蔚来和小鹏。直到2021年下旬，理想ONE交付了，长城摩卡量产了，广汽埃安上车了，导航辅助驾驶这个功能呢，总算有那么一点点要开始量产的味道了。所以，导航辅助驾驶到底能干什么？应该如何评价导航辅助驾驶的好坏？以及特里、魏鹏到底谁强？ Pilot 已启动 ，NGP 已开启，导航辅助驾驶已开启，请手握方向盘。导航辅助驾驶分为导航和辅助驾驶2个部分。 辅助驾驶可以做到根据前车的速度主动加减速，并在车道线清晰的路段呢，长时间稳定的保持在车道中间行驶。在封闭的高速高架路段，可以一定程度的解放驾驶员的双手和双脚，降低长途的疲劳程度。但是不认路的车能做的呢，也只是沿着车道线的方向行驶。为了让辅助驾驶有更高阶的价值，导航辅助驾驶呢应运而生了。 通过车机设置导航目的地，系统则可以在原来辅助驾驶的基础上呢，实现自动进出匝道、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调节限速。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在高速高架路段根据导航的路线自动行驶。听上去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自动驾驶的味道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虽然导航辅助驾驶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可以自己从高速 A 点开到 B 点。 但是全程呢，仍然需要驾驶员接管，仍然有极高的概率出现危险的场景，这不是自动驾驶。哎呦，撞了！我操！哎呦，我操！我们希望导航辅助驾驶的能力越来越强，让无聊的早高峰、晚高峰或者长途出行轻松那么一点点。也希望你能和我们一起来观察这个行业的发展。 为了更加全面的对比各家导航辅助驾驶的能力，Ceramc呢迭代了2.0版本的导航辅助驾驶评测标准。相比去年的1.0呢，有3大变化。第一，我们根据人类的驾驶习惯，对高速的行程呢做了拆分。测试项目呢从之前的15个增加到了42个，场景更全，测试更细。第二，不同的测试项之间权重呢更加科学。 把100分平均分给每个项目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的测试团队通过算法工具，根据场景出现的频率、影响体验的程度等多个维度，计算出了更加科学的权重体系。现在是在制定我们导航辅助驾驶权重的第一现场，可以看到这些人非常纠结，面露难色。 第三，实测路线呢，从之前的300公里提升到了350公里。我们确实很难像车企一样进行动辄上百万公里的安全测试，但是这350公里里的路线呢，会包含90%以上可能会影响你使用体验的场景。同时，我们在日常用车过程中呢，也会记录下来我们碰到的问题。所以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的测试呢，超过了1万公里。 本期视频呢，我们将基于2.0版本的标准，从匝道场景、变道场景、特殊场景、人机共驾策略和可用范围5个维度对比特里、魏鹏4辆车到底谁的能力最强。这4辆车的软件版本呢，也都是最新的状态。这次测试呢，我们也希望和1年前去做一个对比，看看他们有没有进步，谁的进步最大。为了让每个结论呢都有数据支撑，我们花了2周时间，把这4辆车16个机位。 20个小时的素材呢，一帧一帧的看了5遍，整理了超过800个数据，评测不易，希望大家呢能给我们来一个1键3连。多说一句啊，这4辆车都是我们公司的自有车辆，不涉及任何商业合作。硬件决定了一辆车能力的上限，软件决定了一辆车能力的下限，所以我们可以先通过硬件建立一个大概的预期。 感知硬件上，小鹏 P7 最丰富，实现了视觉加毫米波雷达的双重360度感知覆盖，而且 P7 呢也是唯2采用了 IMU 惯导、RTK 高精定位和高德高精地图的车型。
不是行业相关人员呢，你可能确实不太知道这些东西都有什么用。简单来说，就是只依赖定位系统，这辆车呢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哪儿，以及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的，精度呢可以做到分米级别。第二丰富的是特斯拉实现了视觉360度覆盖和前向的视觉加雷达覆盖。蔚来和理想呢比较相似，视觉呢只覆盖了前向感知，毫米波雷达呢覆盖了360度感知。不过理想还有和小鹏一样的高精定位和高德的高精地图。蔚来虽然也有百度的高精地图，但是受限于硬件定位的精度呢不如理想和小鹏。感知能力上完成视觉360度覆盖的特斯拉和小鹏呢有绝对的优势，毕竟摄像头的感知信息可比毫米波雷达丰富太多了。如果你感兴趣这些传感器的作用和能力呢，也可以在弹幕里扣一波1啊，我们可以单独出一期来讲一讲。理想虽然只有一颗单目摄像头，但是这颗摄像头的像素呢达到了800万，所以一颗就可以做到接近蔚来、特斯拉、小鹏这些100-200万像素摄像头3颗的效果，兼顾广角和长焦。计算能力上，特斯拉2颗自研芯片，总算力 144T 位列第一，小鹏1颗30 TOPS 的英伟达 Xavier 芯片位列第二。理想2颗地平线增程3 10 TOPS 算力呢位列第三，蔚来1颗 Mobile iQ4 2.5T 算力排名最后。多说一句啊，前3家的芯片呢都是辅助驾驶的计算芯片，蔚来的 iQ4 呢只是视觉处理芯片，虽然不能直接对比，但是不影响排名。综合来看，特斯拉、小鹏的能力上限最高，其次呢是理想，最后是蔚来。所以最终的结果会是这个排名吗？也欢迎大家在弹幕里分享一波你的预测。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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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兄弟们，回去我们感受一下啊！我一共给大家设置了3个途经点啊，这3个途经点一共会大概有变5次高速，所以会非常非常刺激。匝道能力是导航辅助驾驶的核心，决定了一辆车能不能按照导航规划的路线行驶。本次测试的路线呢，算上上下高速，一共需要变换14次匝道。每一个匝道都可以分为进入匝道前、匝道行驶中和驶出匝道后3个环节，和把大象塞进冰箱有异曲同工之处。每一步呢，我们都设置了2到8个测试项目。在进入匝道前，我们需要先向右发起变道，把车从超车道并到最右侧车道。在这里，发起向右变道的时间点呢就非常关键了。太早发起变道呢，可能会过早的进入慢车道，不仅体验不好，还影响通行效率。太晚发起变道呢，则存在错过匝道的可能。大家可以在弹幕里分享一下，你一般距离匝道还有多远开始向右变道？经过我们实测，理想 ONE 的距离把控呢最为合理。3车道情况下呢，1.5公里发起变道；2车道情况下呢，1公里发起变道，既保证了通行效率，也给自己留够了变道的距离。应该要向左边，要下匝道。这条回去了，让车不要来了。OK， 向左边啊，进入匝道。其次是小鹏，3车道情况下1.8公里发起变道，也非常合理。但是小鹏并没有根据道路情况对变道策略做任何区分，无论是3车道、4车道还是2车道，都是1.8公里发起变道，这就很不合理了啊，朋友们。4车道1.8公里才发起变道，略显极限；2车道也是1.8公里发起呢，则太过保守。排名第3的是蔚来，3车道环境下呢2.4公里发起变道，2车道环境呢1.8公里发起变道，时间点呢略为保守。哟，我们要向右变道了，我操，一脚闷下来了，2.4公里，2.4公里开始往右变了。没问题，我声音开着。最后是特斯拉，3车道环境下2.5公里发起变道，2车道环境下呢2公里发起变道，同样非常保守。需要说明一点啊，这个是我们大概找出的规律。说实话，开了这么久特斯拉，我也没有摸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律。好，没有车了。3车道应该是在2.5公里左右变道。1.7公里了，还不想变吗？啊，变了。1.7公里的时候开始准备要变道了。前面一项测了发起变道的时间，但是发起时间的恰当并不等于体验的出色。毕竟车流环境中变道呢也分超车变道和减速变道，从体验的角度来看，大家肯定更倾向于超车变道。所以第2个测试项目，我们会通过到达每个车道时距离匝道的距离来判断大家的策略。
其中理想发起变道的时间最晚，所以到达右2车道距离匝道平均距离呢只有 1.25 公里，到达右1车道的平均距离呢只有 0.93 公里。也就是说，即使被慢车的大车压速度，最多呢也不过压900米而已。在公司，我想感受一下。哎，变到了极限了。你说你这个大车啊，你走得这么慢呐，压大家压得好难受啊。其次呢是蔚来，虽然蔚来发起变道的时间呢是最早的，但是在策略上呢，系统更倾向于在快车道上超越慢车之后，再汇入右侧的慢车道，最终到达右2车道时，距离匝道的平均距离呢 1.9 公里，到达右1车道时，距离匝道的平均距离呢 1.23 公里。这个相比去年可以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没有开始，哎，来了，2.2公里往右发起变道了。这俩大车堵了，看看，哎呀，并到最右边了。我们要并入匝道了。1.2公里。小鹏在3车道环境下，得益于更晚的发起时间，到达右2车道时，距离匝道的平均距离呢是 1.4 公里。但是由于2车道和3车道情况下一样的变道策略，到达右1车道时，距离匝道的平均距离呢有 1.31 公里。这个其实按道理说不是的，是他要进匝道才变道的。哦，这个按道理来说，他不算被压了，对不对？理想怎么还不进匝道啊？理想。最后还是特斯拉，到达右2车道时，距离匝道的平均距离呢是 2.3 公里，到达右1车道时，距离匝道的平均距离 1.7 公里。虽然特斯拉也有加速超车的逻辑，但是可能它真的太好动了，所以经常很早的就变到最右侧车道，长时间跟着大车，体验真的很崩溃。我不想接下来1公里都是这么慢的度过，我好难受。甚至有一次变过去的太早，系统可能自己都受不了，所以还触发了变道超车的逻辑。我现在提前2.7公里就进入了，应该提前3公里开始跳出来了啊！我现在直接降速，疯狂降速，降到了跟大货车同样的70，还在降吗？还在降吗？72，他要让我强行往旁边变道了。我认为2公里还有机会，所以打算先超越慢车。成功到达右侧车道之后，下一步操作呢就是减速。一个合理的减速点呢，既不会让你在进匝道前发慌，也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磨叽。这里小鹏和理想呢，距离匝道500米左右就会先将车速从120降到80。最后150米到200米左右呢，再降到60。蔚来则是从400米开始降速，在剩余200米时左右从80再降到60。特斯拉呢最激进，还剩300米才开始降速，150米左右从80降到60，减速的比例呢相对较大。同志们，有个坏消息，它好像要120冲了，但它现在还没有减速，减速了，减到110，在距离500米的时候，从120减到110，减到90，200米减到90。进入拓展车道的车速是指车辆从主路切到拓展车道那一刻车辆的实际车速。上一个测试呢，我们虽然已经说了大家的降速策略，但是经过我们实测发现，特斯拉、蔚来和小鹏虽然进匝道前会把目标车速降低到60公里每小时，但是降速的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在前方没有车的情况下呢，进匝道速度普遍在60到80公里每小时之间。来了，怎么啦 ，bro？ 我还有蛋糕。我们很顺利啊，我们已经进匝道了。而理想呢，则会在每一个匝道之前降速到60公里，再切到匝道里，这个体验就非常差了。毕竟还在限速80的主路就降到60来开，真的是有一点点危险。已经在这儿预先把车速降到了80，啊，降到了60，啊，太狠了，太狠了，老铁，太狠了！幸亏后面没有车呀。和进入拓展车道车速同样重要的是进入拓展车道的时机和稳定性。拓展车道普遍距离比较长，目的呢是为了给驾驶员留足冗余的空间。
按照人的习惯，第一时间切入呢，再普通不过了。但是在我们的实测中呢，则出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情况。啊，进匝道了！我操！这画龙画的，小问题。其中，蔚来和理想的表现最好，基本呢能够在第一时间切入。来了！哎，我们第一时间进来了。特斯拉和小鹏呢，分别出现了一次最后一刻才切入的情况。进来了！末尾进来。稳定性上，高度依赖高精地图的理想和小鹏的表现最好。特斯拉开始晃了，识别不了了。哇，我们怎么那么稳啊！我靠！啊，有高精度是牛呀，这个天眼是不一样啊，稳啊！蔚来和特斯拉呢，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画龙情况。我们小朋友进站了，我不管紧张了。哇，非常爽！哎呦，有一点点画。哎呀，退了，操！哎，立马又进来了。但是已经很惊艳了，就搞不懂为什么蔚来中间扭那么一下就坚持不住，要是坚持住了，那就美滋滋了。进入匝道后，则有3大挑战等着他们。整个匝道中，一般会先遇到一个长匝道，然后是一个大曲率弯道，最后呢又是一个长匝道合入主路。对于人类驾驶员来说呢，非常简单啊，跟着车流开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车来说呢，问题就变了，稍微复杂了那么一点点。表现最好的是小鹏和理想，进入匝道之后呢，如果这是一个长匝道，则会先提速到80，弯道时呢再降速到60，出弯呢再提速到80，可以说是最大程度和周围环境保持一致了。其次是蔚来，全程60通过。最后是特斯拉，处理方式呢简单粗暴，进匝道之后就按照匝道的限速40行驶，可以说是全程被后车滴滴，加上极其危险。我们减速到了60，减速到50，减速到了40。完了，被特斯拉一个车要害了。等一下后面大车要开始滴我们了。我来滴他了，怎么回事？这特斯拉怎么回事？未来你们车机导航是多少？哦，我们也是60，特斯拉把我们给害了。对，哦，我们现在是80，倒是80了。快一点啊！太慢了，刚刚的差距全部被拉回来了，太慢了。我们如此强大的小鹏 NGP 怎么能受特斯拉如此之辱？哎呦，开始低了，后面开始低了。哎呀，完了，我开始承压了。没事的，抗压抗住啊，63，你就是车库抗压王。没事，后面的人也知道前面有个慢车。他们只会过来别我，不会过来别你的，没事的。从法规层面来看，特斯拉呢是最合规的，但是我想应该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这样标定的辅助驾驶吧。特斯拉这个匝道里面，大家千万不要用啊，用的话自己调速啊，真的用的话自己调速，千万不要用它自己的限速40码，我旁边都是大车，40码也太慢了，我在下面跑步都追得上台。匝道是连接路和路的交叉口，所以必然会出现车道1变2的 Y 字路口。对于这些依靠车道线循迹的辅助驾驶来说，突变的车道线会让系统非常纠结，到底应该跟哪一条线？这一纠结呢，就会导致车辆出现画龙或者是退出。我应该是往这边，他非得让我强行变出去之后再过来，这是没有意义的。这边开始画龙了。在这里表现最好的是小鹏和理想，得益于高精地图和高精定位，系统内呢有明确的行驶路径，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不用考虑视觉，跟着定位走就可以了。即使面对突变的车道，依然稳得一匹。其次是特斯拉，强大的视觉算法面对突变的车道，可以快速找到正确的路线，保证系统走对路。但是画龙呢，仍然是存在的。表现最差的是蔚来，面对突变的车道线，仍然存在一定退出的概率。哟，这里有一点危险。危险！刚才冲着中间那水马去了。最后是弯道能力，这项测试呢对这4辆车都没有太大的压力，顺利通过。我靠，我们是不是真的太平顺了？这个你看，这个弯道过的也非常柔啊，加减速控制呢也非常稳，简直了。还有谁？比我开的好多。
驶出匝道呢，我们核心测试2个指标，一个是汇入主路的提速逻辑，一个是主路的变道策略。从车速慢的匝道进入车速快的主路，主动提速能力是保证使用体验的基础，也是安全的基础。这里表现最好的还是小鹏和理想，出匝道的时候呢，会先在长匝道从60提速到80，切入主路的那一刻再从80提速到道路限速，动作流畅，体验出色。还没开始会呢，刚才好像是5报，你知道吗？好的，它开始变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小鹏他能占领这个我们428榜单头牌了，确实爽，确实是爽，怎么能那么爽？其次是蔚来，切入主路前的那一刻呢，会从60直接提速到道路限速。不过提速的时候呢，车辆的车速是阶梯提升，所以综合体验呢仍然非常线性。这车很烦，你不要挤我。提速了，提速了，我一下就上来。哎，非常快。一旦到这个拓展车道这边之后，就提到120了，提到120，然后再立马向左变道。哎呀，非常顺滑。怎么样，学会了吗？以后开高速咱就这么开。但是面对后方快速来车的场景呢，则会出现速度差较大，导致无法很好汇入主路的情况。我们要汇入主路了，请注意路况。我马上要向左变道了。我操，这个刹车！请手动变入主路，注意路况，请控制方向。失败了，因为后面那个车直接顶到我们后面来了。让人最崩溃的是特斯拉，每一次汇入主路都不会主动提速，40进主路比的是能力，拼的是胆量。后面很坏的嘛，一直在闪我们。哎呀！哎呀！我操，这流氓，快点，很危险的！特斯拉被迫无奈啊，还是我他妈手动点的。进主路了，哇，小鹏这么快，小鹏很快啊，蔚来也很快啊。哎呦，特斯拉，哎呦，特斯拉流氓，特斯拉个流氓，快点，很危险的，快点提速啊！进入快车道之后呢，大部分驾驶员都会主动第一时间变到最左侧超车道。一方面呢，避免第3车道大车压速度影响通行效率；另一方面呢，尽量远离大车，也会更加安全。其中，蔚来、小鹏、理想呢，进入主路之后，均具备主动汇入超车道逻辑，体验行云如流水。好，舒服。哎，第一时间去主路，第一时间去主路，第一时间汇入333主路，牛逼，牛逼，牛逼！好，然后我们很聪明啊，我们变道了，哎。好的，非常完美。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向左发起变道了，但是左边后面有车。加到120这边。加到120变。有点不敢，不变道了。有点不敢。你别怕呀。哎，来了。怕呀！继续模式开启。再变。这个 NVH。来了。至于特斯拉进主路都不会提速，就更不用指望自己汇入超车道了。特斯拉一路高歌猛进，我操，直接干到120。哇，这太猛了，兄弟！综合来看，强依赖高精地图的小鹏和理想面对匝道表现更好，其次是蔚来，表现最差的是特斯拉。最后，特斯拉14个匝道因为系统报警接管6次，算上驾驶员主动调速接管12次。蔚来和理想呢都是5次，小鹏呢表现最出色，只接管了2次。最终匝道的成绩等于分项总和乘以匝道的通过成功率，最终成绩如下。小鹏在匝道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稳。哇，我们怎么那么稳啊！我靠！啊，有高精度是牛呀，这个天眼是不一样啊，稳啊！
流畅的变道策略、合理的车速控制、极高的匝道成功率，让小鹏的导航辅助驾驶给人非常强的自动感，这也是大家对小鹏辅助驾驶能力强的来源。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小鹏它能占领这个我们4R Mark榜单头牌了，确实爽，确实是爽，怎么能那么爽？理想呢，虽然也上了高精地图，但是综合稳定性一般，实测的过程中呢，出现了多次莫名其妙的退出，距离小鹏呢还有差距。小鹏踢得比较早，接管了。对，一退出，它这个很奇怪，好好的一退出，啥也没干。以视觉为主的蔚来在稳定上略逊一筹，但是匝道的成功率呢，相比去年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呀！现在蔚来匝道真的比第一次测的时候稳太多了。第一次测蔚来的时候，基本上进一次失败一次，出一次失败一次，这匝道里基本上就是完全不可用的状态。特斯拉垫底是意料之内、情理之中的，无论是 Y 字路口画龙，40公里车速过匝道，快一点啊，太慢了，还是40公里进主路。特斯拉个流氓，快点，很危险的，快点提速啊！都注定了特斯拉导航辅助驾驶在匝道完全不可用的状态。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国研发团队尽快根据中国道路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发挥出这套硬件更多的实力。匝道的能力奠定了导航辅助驾驶这个功能的基础，但是和体验真正强相关的是变道策略。毕竟大部分人在高速行程中最多也就是变换2到3次高速，真正大比例的还是在直路上的巡航。这种环境下，变道策略就非常关键了。这4辆车谁的策略最好，好在哪里？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下期揭秘。啊，你变，给你能的。那后边那么大个车，你敢变？回程可复杂了。我操！怎么回事？会不会？哎呀，冲出去了！哎呀，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呢，希望能给我们来一个1键3连，这样呢我们也会有动力继续做下去。OK， 这里是40号车库，我是63，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哎呀，这一路终于到了。这一路过来呢，这4辆车的效率呢，感觉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到的都是前后脚，除了这3辆车进一趟服务区以外啊，其实所以大家的效率都是差不多的。蔚来这次给我的感受真的是特别的惊艳，而且尤其是一个坐蔚来会晕车的人，一斌这一路过来 NOP 开了，完全没有晕车，而且蔚来的表现比之前真的好太多了。怎么样？开蔚来开小鹏感觉怎么样？一句话，稳如老狗，聪明绝顶啊！那绝对捍卫榜一。我感觉有点拍马屁，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到时候回去的时候到底是蔚来强还是小鹏强？回去挑战跟他。哎，开特斯拉的感觉怎么样？真的是开得像鬼火少年一样，又菜又爱开，我真的是。怎么个菜法？就是哎疯狂变道，然后变道之后又是无效变道，又变回来，这不是鬼火少年吗？又菜又爱开。来，我们再去看一下理想的 Bro 感觉怎么样？我们的逻辑相对我感觉比较简单，总体表现相对稳定一点。有没有什么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你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好的地方或者不好的地方？先说不好的地方吧，就它变道出来之后，有那么1、2次是突然那个高速领航就掉了啊，然后而且退的比较突然。对，领航掉了之后，有一次突然我的所有的辅助驾驶全部掉了，然后我是紧急接管的，就是报那个大红手，然后对啊，是懂这个我们之前也碰到过。OK， 那我们先吃饭吧。吃饭吧，饿死了。带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广场是我们每次测42 Mark 都会来的一个充电的地方，但是今天充不了电了，原因居然是因为这个充电桩这个地方欠费了，然后欠了接近9万块钱，然后我们现在得马上吃饭，吃完饭了之后呢，再去找一个新的充电的地方。OK， 现在一会儿的话，特斯拉打算去特斯拉 V3 超充，蔚来呢打算去换电，然后理想呢不用充电，不用加油，小鹏呢一会儿可能再找一个小局。OK， 走吧，吃饭。